维和部队新进展，法英联合代表团即将入乌。波兰备战，俄罗斯年底就会进攻波罗的海。4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失踪，距离白俄罗斯仅10公里。乌俄最新战报，俄军将在苏梅、哈尔科夫发起攻势。古山大炮现身克里米亚，将运往乌南战场。俄罗斯违反有限停火条款，高加索输油加压站停运。俄军装甲力量缺失，频繁使用苏联民用车辆。乌克兰官员解释，欧洲维和部队需要做什么。英国新增22亿英镑国防开支，重点投入无人机和激光武器。唯一火箭在线，空客公司反无人机新方案。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3月27日，由31个国家参加的志愿联盟会议在巴黎召开，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进一步的援助，以及未来在和平协议框架下派遣欧洲部队进入乌克兰维和的问题。就结果来看，在美国主动远离欧洲的情况下，法国站了出来，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欧洲力量。在对乌军援上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0亿欧元的援助，其中包括防空系统、幻象战机、西非风导弹以及 VAB 和 AMX-10RX 装甲车。3月初，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·勒科尔尼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.95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，这次又援助了20亿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在维和部队问题上，马克龙宣布在未来几天内，法英联合代表团将前往乌克兰，以准备乌克兰军队的未来架构，并探讨在未来和平协议框架下可能有多个欧洲国家派遣部队的方案。按照马克龙的说法，预计在未来3到4周内就会在这2个问题上形成较为明确的行动方案。对于维和部队部署的问题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并未达成一致，不过这种事本身就不需要所有国家一致同意。在部队部署地点上，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消息。美联社援引一名法国官员的话报道称，法国允许在远离前线的地区部署维和部队，其中一种选择就是沿着第聂伯罗防线部署，正在考虑的其他地方离前线更远，比如乌克兰最西部邻国部署支援部队或者其他战略位置。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维和部队不会部署在前线，也不会直接参与冲突，这也算是考虑国际因素后最好的选择。在制裁方面，志愿联盟国家全体一致确定不应解除对俄制裁。峰会结束后，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，在真正恢复和平前取消制裁毫无意义。英国首相斯塔默同样表态，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加强制裁，并承诺将全力支持乌克兰，无论需要多久。在乌俄问题上，欧洲主流仍然是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，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，乌克兰可以永远相信欧洲。Politico 报道，波兰正在备战，声称俄罗斯年底就会进攻波罗的海。根据波兰共和国报的报道，波兰当局计划推出针对无军事经验平民的训练课程，也就是全民皆兵。就实际情况来看，波兰的确有必要这样做。俄罗斯很快就会有下一步的动作。波兰与白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接壤，位于北约东翼，很可能成为俄罗斯攻击的首批目标之一。Politico 报道，波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维斯瓦夫·库库拉表示，如果与俄罗斯全面爆发战争，波兰不像某些欧洲国家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，加上与俄罗斯接壤，两国之间没有缓冲地带，能准备与反应的时间相当有限。波兰有必要尽最大努力增加实力。其实，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波兰就已经在备战了。它是北约国防支出最高的国家，占 GDP 的 4.7%， 拥有欧盟最大规模的军队，并投入数十亿欧元购买战机、坦克、火炮等武器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波兰都是通过购买先进武器来增加战力，只是买武器之后也要有人用。波兰目前最缺的是人力。目前波兰计划将现役军人数量翻倍至50万人，并训练数百万后备役人员。图克斯在3月初就向国会表示，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建立一套模式，让每一位波兰成年男性都能接受战斗训练，使这支后备力量足以应对任何潜在威胁，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训练课程。共和国报报道，对于那些没有军事经验的平民，更多的是短期训练，只需要几天的时间，内容包括民防基础、急救技能以及部分军事技能。对于拥有军事背景的人，则是针对性的进修课程，例如加强射击、战场救护、地面侦搜等专业能力。当然，如果有平民想要学习这些加强版内容，波兰武装部队也准备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。目前波兰军方正在拟定军事训练的细节，之后国会就会着手立法。
根据库库拉的说法，这项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提升波兰后备役的数量与素质，初步目标是2026年年底之前训练至少10万人。第二个目标则是让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战争危机有所准备。不过，波兰高层警告，我们或许没有那么长的准备时间。波兰前副参谋总长科莫尔尼茨基表示，俄罗斯正在后方组建一支庞大军队。如果乌俄未能达成和平协议，而北约内部又出现分裂的情况，俄罗斯将会有机会进攻波罗的海3国，最快在2025年年底或2026年年初就会发生。不过就实力而言，波兰也无需加快进度。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达里乌·什卢科夫斯基曾表示，在北约介入之前，波兰军队有足够的补给，可以抵御敌人2周的攻击。不过让火力军来说，其实最优解就是加大援乌力度，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4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失踪，距离白俄罗斯仅10公里，美军会做什么？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，3月25日，4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进行战术训练时失踪，而训练场地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不到10公里。最开始的时候，火力军觉得，在美国提倡乌俄谈判以及与俄罗斯关系逐渐转变之际，这只是一场事故。但随着事件的发酵，这件事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在事故当天，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曾告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，立陶宛已经准备好接待更多美国军队，波兰也以救援的名义派遣携带重型装备的士兵进入立陶宛。如果救援行动一直没有结束，驻扎在立陶宛的军队或许会越来越多，甚至不排除进入白俄的可能。这4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旅，失踪时正驾驶 M88 装甲救援车在帕布拉德附近进行战术训练，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不到10公里。美国陆军、立陶宛武装部队和民事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，并发现了失踪士兵乘坐的 M88， 其被淹没在训练区域的水中，但未发现4名士兵的身影。目前已经开展打捞搜寻工作，并在附近的林地进行搜寻，希望能找到这些士兵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一场事故，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虑，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作为美国在欧洲部署的精锐士兵，火力军可不相信他们会将 M88 开进水沟里，并且无法在车辆淹没之前逃离。结合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的说法，已准备好接待更多美国军队。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件事属于立陶宛与美国自导自演的事故，让美军找一个借口在立陶宛部署更多的部队，之后再找一个时机以搜寻失踪士兵为理由进入白俄罗斯。只是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美国目前正在提倡乌俄和谈，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逐渐修复。那么美国与立陶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对于立陶宛而言，在乌俄战争以及俄罗斯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情况下，美国士兵越多也就越安全。对于美国而言，这或者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敲打。这次黑海停火协议中，俄罗斯没能占据优势，却依旧提了很多苛刻的条件，明摆着不想谈。在中东这边，俄罗斯又是伊朗的盟友，提前给俄罗斯找点麻烦，可以加快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速度。当然，以上只是猜测，最终结局如何，还是要看美军接下来的举动。乌俄战争之上，乌军继续进攻比尔格罗德。泽连斯基声称，俄罗斯将准备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发动春季攻击。库尔斯克方向，俄军第51和137空降团的部队占据了苏贾以西的戈戈列夫卡与苏贾边境检查站，乌军则是在奥列什尼亚、戈尔纳尔坚守阵地。战线方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。比尔格罗德方向，乌军仅发动了有限攻击，并没有推进。不过，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该地区成功打击4辆 BM-21火箭炮，以及包括维修设备、5辆民用车辆以及2辆坦克。俄军接下来的进攻重点大概会放在苏梅州与哈尔科夫。泽连斯基声称，普京试图推迟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，为2025年春季进攻苏梅和哈尔科夫争取时间。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，俄军本来想在2024年秋季就进行这些进攻行动，但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破坏了俄军的计划。目前俄军缩小了其他战线的攻势，将重心放在库尔斯克方向，在获取一定成果后，又盯上了苏梅与哈尔科夫。3月27日，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访问了苏梅州的乌军，并报告说，乌军在最近几天加强了袭击。不过，在乌军进攻比尔格罗德的当下，俄军能抽出多少兵力进攻苏梅还不好说。就火力军而言，俄罗斯恐怕无法依靠进攻行动来夺取苏梅城，更多的是以此为理由，在未来的谈判上占据更多的话语权。哈尔科夫方向，俄军正在利用地下室、隧道、下水道和天然气管道储存弹药，
并以此为基础进攻沃夫昌斯克。就战术来看，俄军这是想要复刻在苏甲的成功，但问题在于这里是沃夫昌斯克，乌军更熟悉地形。博洛瓦方向，通过俄军第12坦克团的打击来看，乌军已经向泽列尼盖以东推进。托列茨克方向，俄军继续使用小型步兵群攻击和绕过托列茨克，并在夜间袭击乌克兰的后勤路线。红军村方向，乌军在科特林西北略微推进，俄军在辛帕夫利夫卡方向发起进攻。该地区地形开阔，俄军使用了摩托车以实现快速机动。根据特雷胡波夫的说法，俄军正试图在乌克兰后方站稳脚跟，并使用摩托和轻型设备运送步兵。但问题在于，该地区位于红军村附近，俄军绕路没有任何意义，乌军随时都可以发动攻击。霍拉霍沃方向，最近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，乌军推进到了科斯强季诺皮利东南的防风带。克里米亚地区有消息人士称，朝鲜的鼓山大炮通过军用火车运输至克里米亚，并传出了照片。OSINT 分析师确定，这张照片是在丹考伊市拍摄的。丹考伊是克里米亚主要的铁路枢纽，这些鼓山大炮很可能是要运送至乌南战场，比如扎波罗热。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，这也是俄军接下来的主攻目标之一。3月27日，泽连斯基在巴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俄军袭击了赫尔松市的基础设施，切断了整个城市的电力和水供应，违反了美国提议的有限停火条款，美国应该做出反应。自3月25日，美国与俄罗斯、乌克兰在蒂亚德进行会谈之后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宣布部分停火对能源设施的打击。会议结束以来，乌俄双方都没有再袭击过双方的能源设施，只是临时停火，不包括对民用或非能源基础设施的保护。于是俄军最近几天加大了对这些设施的打击力度。3月27日，俄军从沃罗涅日州发射了一枚伊斯坎德尔 M， 从库尔斯克市发射了86架见证者无人机。乌克兰空军报告称，击落了42架无人机，26架无人机因电子战干扰偏离目标。赫尔松、敖德萨等地区遇袭，能源设施遭到损坏。如果美国没有表现，面对俄罗斯的空袭，乌军将对其发动更进一步的反击。在之前的袭击中，乌军已经大幅度破坏了俄军的石油设施。根据卫星照片，位于克拉斯达诺尔的高加索输油加压站已经停止运作，所有的油槽都被烧毁。此外，乌军之前对恩格斯机场的袭击也有了最终战绩。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，乌军在3月20日对俄军恩格斯机场的打击，摧毁了96枚空射巡航导弹，其中大部分都是 KH-101。这些导弹原计划是在3月和4月用于袭击乌克兰后方。从2024年9月至2025年2月，乌军对俄罗斯的空袭成功造成俄罗斯约 6.58 亿美元的损失。如果俄罗斯选择继续，损失只会越来越大。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夫科娃解释了希望欧洲维和部队做什么。欧洲真理报报道，若夫科娃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，乌克兰不需要维和部队仅仅是为了在场而存在，希望维和部队具有作战准备，但也不需要维和部队与俄军直接作战。根据志愿联盟召开的会议，维和部队不会进入前线，这点乌克兰早就明白了。乌克兰必须依靠自己保卫自己的安全。维和部队的任务就是驻扎在战略要地，负责防空任务，在面临俄军导弹或无人机袭击时有所准备。至于在乌克兰最西部或者在邻国部署维和部队，乌克兰则明确表示拒绝。若夫科娃表示，我们不需要国际组织在利沃夫的某个地方存在，并建议维和部队部署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，从而让乌军腾出力量将士兵部署到更危险的地区。当被问及所需要的数字时，洛夫科娃拒绝透露具体数字，但表示我们不仅仅需要5000或1万名士兵，重要的不是数量，而是他们的战斗准备、防御准备，以及他们是否愿意理解乌克兰是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俄军装甲力量严重缺失，极为依赖苏联时期的民用车辆。随着数万辆装甲车辆被摧毁，俄军开始严重依赖苏联时代的民用车辆，比如布康卡面包车和拉达汽车。在发起进攻前，俄军一般先对乌军阵地发动炮击，提升突击部队成功推进的概率。没办法，这些民用车辆基本没什么防御力。就拿俄军的布康卡面包车来说，可以搭载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4轮驱动也能增加机动性和越野能力。看起来很不错，但问题在于生存率太低。俄军的火炮攻势无法对付那些隐藏在后方的乌军无人机操作员。由于没有装甲，即使是简单的4选1无人机也能炸毁保航卡面包车。如果炸到汽车的燃料舱，俄罗斯士兵班就可以直接见上帝了。
但即使如此，对于俄军前线的士兵来说，不看看面包车已经很好了，有的部队连面包车都没有，只能步兵接近乌军阵地。就比如红军村方向，俄军的损耗率最高，进攻能力已经耗尽，大多是依靠摩托车和步兵突击。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车辆，弹药的运送和伤员的转移根本无法完成。俄罗斯装甲车辆短缺的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，在2024年的时候，不看看面包车就已经出现在乌俄战场。但随着损失进一步增加，民用车辆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，而这也就意味着高损失。欧洲方向，英国将新增22亿英镑国防开支，彻底革新英国军队。3月27日，欧洲时报报道，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·里夫斯公布春季预算案，将新增22亿英镑的国防开支，在2025至2026财年，使国防开支占 GDP 的 2.36%， 重点投入无人机和激光武器领域，将英国打造成国防工业超级大国，让英国军队脱胎换骨。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，里夫斯还公布了一系列计划，在龙火激光武器的部署上，英国国防部此前承诺，在2027年将该系统部署在1艘海军舰艇上。但是资金增多之后，英国计划在4艘舰艇上部署龙火，并将至少 10% 的装备预算花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上。为加速新技术的落地应用，英国还将拨款4亿英镑用于国防创新。此外，英国还成立新的半官方机构，也就是国防发展委员会，通过改革现有采购制度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国防合同机会。在企业方面，英国出口金融公司将获得额外20亿英镑，用于为英国国防产品的海外买家提供贷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想买武器，钱又不够，就可以找英国出口金融公司贷点，付个首付就行，剩下的慢慢还。美国安杜迪尔公司的英国子公司则表示，正在考虑在英国开设工厂。在2月份的时候，英国首相斯塔默就承诺，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2.7%，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幅度的预算增长。在下一届议会期间，英国的国防支出目标将提升至 GDP 的 3%。 火力军只能说想法的确很好，但是钱从哪儿来？根据英国公布的春季预算案，其主要内容就是削减政府支出，减少福利预算，并增加国防开支。斯塔默很支持这一预算案，但英国政府削减福利的决定引发了一些议员不满，而增加军费的举措也在英国国内引发争议。根据里夫斯的说法，通过削减福利支出可节省48亿英镑。另一边，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将英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2% 下调至 1%， 国防预算能否一直增加下去还不好说。唯一火箭在线，空客公司展示反无人机新方案。在反无人机方面，除了激光武器与微波武器之外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无人机反无人机，也就是己方无人机搭载小型导弹击落敌方无人机。在德国无人机贸易展上，空客公司推出了其新型低成本防空系统，通过改装 DOD-T25 靶机，使其至少加装2枚小型空对空导弹。至于实际弹种，空客公司并未透露。就性能来看， DOD-T25 的体型太小，无法搭载传统的空对空导弹，微型低成本的导弹才是关键。实际作战时，地面控制站可以整合雷达或空情数据，协调多架 IOAD 搜索，并拦截敌方自杀式无人机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 IOAD 具备一定的自主侦察与接战能力，但是发射决策依旧需要操作员决定。未来人工智能进一步升级后， IOAD 也可以自行发射，升级空间很大。这种无人机搭载空射武器来对付敌方无人机的方式很是新颖，与自杀无人机或有人战机相比， IOAD 的成本很低。当然，与激光武器与微波相比， IOAD 就只能说一般。之所以把它拉出来聊一聊，主要是它很像一位故人。从目前的模拟概念来看， IOAD 系统的外形与起飞方式很像2战时期的唯一火箭。IOAD 系统与 DOD-T25 一样，气动弹射器发射，作战范围大约为96公里，而唯一火箭采用倾斜的轨道发射器弹射起飞，二者极为相似。如果 IOAD 可以导引小型导弹，基本相当于小型的唯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罗斯的下一个入侵目标是哪个国家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